如果下一場核危機不是來自於華盛頓或莫斯科，而是從亞洲某個邊境一枚飛彈、一場誤判開始呢？過去人們熟知的核武威脅來自美蘇冷戰，兩個超級強權彼此以擁核威懾對方，雖然危險，卻至少有規則、有熱線、有軍控條約。然而今天的亞洲已經不是那個二元對抗的世界，中國、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北韓都身處不同的歷史仇恨、安全焦慮與戰略競爭之中。核武不再只是大國展示實力的象徵，而是被捲入邊境衝突、恐怖攻擊、民族主義與區域霸權競逐的現實工具。冷戰時代的核威懾 1.0 靠的是美蘇之間的恐怖平衡，冷戰後的核威懾 2.0 則由美國主導全球核秩序。但現在舊制度正在失效，軍控條約陸續瓦解，基因素飛彈、網絡攻擊、人工智慧與太空科技讓核戰風險變得更複雜、更難預測。當危機升高太快，決策時間太短，一旦誤判，在幾分鐘內就可能變成災難。亞洲一直都存在核武風險，中印之間雖然都有不首先使用核武政策，使核武問題暫時沒有浮上台面，但南亞的印度與巴基斯坦早已多次走到戰爭邊緣。從1999年的卡基爾衝突，到印度國會遇襲孟買恐攻，再到2019年的普爾瓦瑪危機，每一次都提醒世界，核戰不一定來自精心策劃，也可能來自報復、誤判與失控。因此，世界需要新的核威懾 3.0。我們必須承認現實，核武器確實存在，就必須盡力降低它在國家安全中被動用的順位。全球9個核武國家，包含美國、俄羅斯、英國、法國與中國，以及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北韓與以色列，應該建立對話平台，用於危機化解，強化失效安全機制，並降低戒備狀態，以及不首先使用的共同原則。如若不然，則1947年設立的末日鐘可能連倒數計時的機會都沒有了。亞洲的和平不能只靠強權承諾，在不可能消弭所有衝突的情況下，但願亞洲各國能自我節制，把恐懼轉化為制度，把敵意轉化為對話。也許亞洲人的末日鐘聲永遠不會在午夜響起。